Hello，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频道。那这一期的视频呢，是一期Dior的进店试新品以及最后揭晓我买了什么的开箱视频。那话不多说，让我们开始今天的视频吧。那看了一系列大牌的今年的春夏发布大秀啊，最让我心动的就是Dior了。那我进店的时候呢，也是惊喜的发现Dior的店里的人很多，而且他们是不在门口揽客的，不像 Chanel 他每次只接待几位客人，所以呢就造成了门口非常多人排队的假象。那我这次去Dior呢，是因为去修我的表，所以呢我一个星期之内去了2-3次，那每次呢都是看到Chanel门口没有人，然后里面也空空的，但是Dior呢就是里面人非常的多，可见大家对Dior这次的新品上新呢是兴趣非常的大。那我呢也是买了2件单品，会在视频的最后给大家开箱，请大家一定要看到最后哦。那首先进来看到的就是包包，也是我最喜欢的门类了。那看到了一些他们家的艺术款的包，就是那些限定款的，每年他们都会出几个这样的。那这一次呢也是 Jonathan Anderson 他主要操刀的，能看出来他是在上面用了心思的，而且是带来了一些 Louis 的时候的是一些想法和创意，这次就是放到了Dior身上。这些包呢也是价格不菲的，做工都是非常的精致的。那就说到它这个 book toe 也是在这个 Jonathan Anderson 里面就是唯一就是留下来以前的一个就是玛利亚的它这个设计吧。但是这一次呢是 Jonathan Anderson 第一次的这个 book toe 呢好像反响不是很好，就是他把一些比较有名的名著还有一些有名的书的封面呢做成这个 book toe 了。那也是这个从真正意义上做到了这个 book toe 啊，就是书的封面做成了这个包，感觉就很像是那种知识分子一样，好像反响不是很好。但是这次的春夏的这个 book toe 呢，感觉还挺可爱的，尤其是这个小蓝色的，近看的时候它的花纹也是非常的精致，而且它还出了好多尺寸，但是呢就是有点太重了，而且它价格呢也是2-3千美金，我觉得一个这种布包不太值。而且据说它这些 Dior 的产品啊，这些 book toe 刺绣什么都是在中国做的，成本也就才200-300美金。这个45入大家该去哪里买就都知道了，我就不在这里说了，懂的都懂。那我呢是和这个 sales associate 聊了一下，我就问他这些 book toe 卖的怎么样，他说卖的非常好。我心想那5%的最上层的有钱人果然是好好骗呀。果然他这个当家花旦 Lady Dior 还出了这个稀有皮的，我的天哪，这简直是价格不菲。我现在才反应过来，那个开头好像说错了，那个应该是有几只是 Dior 跟艺术家每年合作的几只包啊，但是我不知道 Jonathan Anderson 有没有参与，就起码就是整体的这个定调他应该是有参与的吧，毕竟是他是创意总监的。那这几只的这个雕塑感极强的这个包呢，我觉得是非常的好看。它这个是来自 Dior Lady Art 第9届艺术家合作系列，由当代艺术家 Anna Winyer 合作设计的限量版是来自加拿大的艺术家 Anna， 她以新古典主义风格，带有一丝怪诞忧郁感的静物肖像画闻名。包身呢采用了银色和金色金属的皮革质感或镜面材质最大的辨识度呢就是包两侧的这个向外延伸。这款包后来我问了一下，而且是特别是个银色版本的，是这个当时 Dior Madison 旗舰店开业时候的特殊限定款的预览款之一。大家都知道这个 Dior 57街这家店重新开业了嘛，它收藏了一些只有这家店陈列的一些限定款，那这个就是其中之一了。我觉得跟隔壁家的江奶奶家的也是他前几期出了有一个 Marshall 出的就是有点像是解构款的这个金属的这个包，我觉得这个比较好看，大家觉得呢？就是感觉诚意上面起码这个没有给你那种很无语的破碎感，而且还是有一定的实用性的。接下来呢，我看到了一些它的成衣啊，我觉得真的讲真，这些春秋款的毛衣啊、裙子啊、细节啊，还有这种羊绒的感觉，摸在手上，还有仔细看它的做工，真的是比它这个秀场看要更加精致、更加好看。我觉得大家可能是被秀场骗了，进店的时候购买欲会更强一些，而且呢，就真的还做得挺不错的。
那这一件呢，就是秀场款那个绿色的，大家还记得吗？仔细看它这个毛呢啊，哇，这个小花，哎，还真的是做的挺不错。然后这个绿色的毛呢和这个蓝色的毛呢还做了一个 Lady Dior 的包，大家看一下这个毛衣上的小细节，有一个这个小的蝴蝶结，哇，真的是细节感满满呐。它也是做这种简单的这种日常款的，就是这种百搭款的。这个 Marshall 也做了一些在香奈儿，但是我觉得，哎，怎么说呢？Dior 的好像更有诚意，大家看一下这个细节的处理啊，也是一种日常款的。那还有它这个老花呢，也是做在了它这个新款这个包上，也是这一季叫声呼声最大的，就是它把这个迪沃最开始这个椭圆形的 logo 放在这个包上。哎，我怎么打了半天都打不开？我天哪，这个包好难打呀！后来问了一下 sales 啊，给大家演示一下正确的打开方式，是这样子的。对，然后它这个包这个椭圆形呢，这个东西其实是它60年代迪沃的一个店的标志啊。我去年在这个中古市场开箱也是给大家看到一只，哎，我觉得我真的好有先见之明，因为我去年的时候12月，那个时候 Jonathan Anderson 还没有发布这一季，然后我就在中古市场上淘到了这个椭圆形的胸针，大家感兴趣的话呢，可以看一下这支视频啊，真的非常的有趣，大家反响都很不错，就下饭的时候可以看一下，当一下电子榨菜这样子的。那它这个椭圆形呢，我买回来之后2个月，这一季就发布了嘛。我朋友在 ins 上看到他们的新品，然后就说，哎，这跟你买的那个胸针好像很像，哎，我说，哎，真的很像。结果这个元素被他们做成这一季的主打元素，出在包上，做成首饰，还放在鞋上。哎，我这个眼光真的，有时候我觉得我真的是有点，我都不得不服我自己啊！这个前瞻性，而且我当时那个还是买的镀金的，已经60岁了那个胸针，然后才花了600多，我记得好像。结果现在看看啊，如果要是放在这个 fashion jewelry 上，这个都不止600，还不是镀金的。那同时呢，这个包是可以调节这个肩带长度的。它最大款的呢，我试了一下，是可以放进13寸电脑，但是15寸和16寸是有点够呛。它现在目前为止是出了2个尺寸的，一个大一个小这种 tote 包，然后颜色呢还有白色、棕色的，我看，同时还出了一些小钱包的样式。我也是上身给大家看了一下，就上身效果呢是这个样子的，大家可以看一下，我觉得还是挺经典百搭的，而且它的皮感觉也挺精致的，比以往的这个迪沃的皮要好，而且它还出了一个小的这个 Wally on Chain 的这种感觉，还出了老花版的。个人感觉这个 Wally on Chain 要最实惠，然后才$2000多我记得，而且大家可以看一下里面的这个结构啊，做的也是非常的精致。也许我夏天去日本和韩国的时候会把这只包拿下。那这一季的大家在社交媒体上看的最多的应该是这个椭圆形的这个包款。这个包呢是刚刚那2个包中间的一个 size 啊，我记得价钱是3750，出了白色、深蓝色，还有红色，还有棕色。这一款呢，我觉得上身也是挺好看的，甚至比那款小的还好看。但是我觉得性价比来说，这个是3750，那个是2900，我在官网看的。我感觉它好像调价了，因为我在店里记得明明是2700多，贵了1000刀吧。那可能亚洲买更便宜啊，也许就是3000出头，那个就是2000出头，甚至2000都能买上。大家觉得哪个包更实惠呢？这2个形状，反正那个大tote我是不考虑，因为装不下电脑。其实这款包还在官网有一个更高一点的尺寸，就是更大一些的，要4000，我看是多少啊？$4100。然后它目前好像也出了这个老花的好像是3900，就更大一些的。我个人感觉那个小一点的就合适了，或者买那个小钱包一样的。那 Lady Dior 今年也是杀疯了，我感觉它这个草编织这一款的里面是皮，外面是草编织，带一个小蝴蝶结，这个还挺可爱的。这个小蝴蝶结是可以卸下来的。然后这款包呢是一个迷你的尺寸，大家猜猜价钱吧，要$9000多，我的天！不过里面是纯羊皮的，就是外面这一层是草编的，就感觉还挺轻的吧。感觉上东区的贵妇应该很喜欢这款。放眼望去，
还有这个牛仔的改良款的这个小软的这款包，我感觉放那儿还挺好看的，但是拿下来看感觉做工不是很精细，也要3000多美金，我就给它放回去了。大家看是不是这么回事？感觉好像挺粗糙的一个布包。然后我就看上这个1层进大门这个地方的这双鞋了，哇，这个鞋真的是好精致，感觉有点像那种艺术装置的感觉。而且这款包呢，作为 Janus Anderson 这一季的主打的一个 Lady Dior 的包出现过，然后那个包我朋友还让我帮他去问我的 sales 那个有没有货，结果那款包早就卖断货了，而且是9000多美金，小款的，我的天！然后我看这个鞋竟然还有，而且关键是还有我的尺寸。这个鞋呢，就让我想起了我有一年夏天的时候去耶鲁，因为耶鲁的设计学院还挺不错的嘛，我就去膜拜一下，想说以后要读博士啥的，想升耶鲁的博士。现在想想就是天方夜谭。但是那年就是刚好赶上我办签证，然后呢好像是第一次那个O1签证，然后我就挺就是焦虑的吧，而且又在找工作，可能是我刚毕业之后的第2年，就是刚刚好就是那个 OPT 用完了嘛，因为我们就是艺术类都是 OPT 1年的，就是如果不了解的小伙伴知道美国的这个你在这边上学毕业之后有1年的 OPT 也可以在这边找工作啊实习啊什么的，但是你1年之后你就没有身份了，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很焦虑，因为刚好就是1年了嘛，我就去耶鲁，结果我就在耶鲁下面的一串地方就看到了很多就是那种4叶草的这个丛林，但是都是3月草啊，结果我在里面就一眼看到了有一棵4叶草，然后我就把它弄起来，就拔起来了，我就拍这张照片，我就记得。然后拍完这张照片，我回到纽约之后，我的 O1 就通过了，而且我还拿到了一个心仪的 offer， 我就觉得哇，这4叶草的传说好像是真的。然后这双鞋呢，就让我想到了那年夏天的那个 moment， 所以我就觉得，哎呀，这双鞋可能是我的鞋最贵的一双，比爱马仕的还贵。我还是想把它拿下，因为我觉得这双鞋还丑萌丑萌的。它的鞋的这个总监呢是 Janus Anderson 从这个 Louis V 一起带过来的。那他之前呢也在 BV 做过Daniel Lee 底下做过鞋的设计，大家记不记得 Daniel Lee 那个时候有一个绿色的 BV 鞋，可能就是他设计的。然后他现在设计了这个丑萌丑萌的4叶草鞋，是不是还挺像 BV 的？给大家捋顺一下，其实同一拨人。但是他后来呢都去了 Louis V， 然后就跟 Janus Anderson 一起干，然后 Janus Anderson 来Dior呢也把他带过来了。我就买了这双鞋，然后这双鞋是1550，我知道很贵啊，姐妹们，但是比起那个包，这个鞋也就是洒水了，感觉这个牌子。大家开个箱，这个是我在 Dior 这一季的 Janus Anderson 他新上的这一季的单品里面，我看上了一只东西，然后这个是它的小票，这个来看一下里面的样子。大概猜到的是什么吧？是一件首饰，但是不是那种很贵的首饰，是一个 fashion jewelry， 然后是这样子的。它这个纸袋子依然是这种带有皮质感的这种东西，然后还带了一个小吊坠，然后你可以就挂在包上这样子的，或者当个小钥匙链。然后哒，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也是第一次看它，因为我专门等着跟大家一起来拆这个箱，差不多等了1个星期了。1个星期我一直忍着没有拆，希望它是正面。啊，好漂亮的纸！哦，它这个包装也变成这种 Janus Anderson 它这种典型的椭圆了。哇，还蛮美的诶。然后就是这样子，就是这只项链，哇，它是这种纱质的，然后放在这儿，然后你可以把它这样子拿出来，这怎么拿不出来呢？哎，它还蛮美的，哎，对，它就是一个很像我，就是很像我之前买的一个胸针。
那戴上就是这个样子的。那你会买这个项链，还是你觉得我买的比较值？这条项链是$670，我记得。你觉得你会买吗？还有我的那双鞋，你觉得我买的怎么样呢？都可以留言告诉我。如果你觉得这期视频还不错，挺感兴趣呢，也可以分享给你的姐妹，让她也看看最近 Dior 的新品。那好啦，这期视频就录到这里啦。时尚本该好懂，穿搭本该轻松。我是纽约设计师，把秀场的天书翻译成你的日常。关注我，看懂时尚，不踩冤枉坑。下期不见不散。